你们知道吗？在车界呀，有这样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。2019年12月29日，当他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，他是像宠物一样被托运走的。而就在那20年前的时候，他可是坐在头等舱来到这个国家。那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才让他沦落到这般地步？故事还得从1985年说起。1985年，30岁的他从巴黎飞往里约、卡洛斯戈、黎巴嫩裔法国籍，作为米其林轮胎为巴西公司专门招聘的储备干部。此前，戈恩已经在米其林总部工作了7年。此时，他的身份是巴西米其林分公司的 COO。迎接他的是2家工厂、2家橡胶种植园、9000名员工和3亿美元的资产。细心点的观众不难发现，30岁 COO 未免也太年轻了吧？同样是30岁，我还搁这做视频呢。80年代的巴西经济不能说飞跃，但表面上也在稳步上升。通货膨胀更是从80年代2位数飙到了90年代的4位数。商业贸易十分火热，拿到的工资根本没法放手里。那超市一天涨3次价，不抢根本来不及。但这位30岁的 COO 所面对的可不是高层权力的优越。不出意外，意外来了，公司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债务。同时，由于债务产生的利息不断累积，形成了利滚利的状况，债务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。原来给予30岁的戈登响亮的职位，实际上却是一个坑。想提高价格还债，政府会干预，不大现实。当地经销商又强势的不行，先货后款，账期一拖2个月，等到回款时，钱的价值都抽水一半了。公司内部管理层还拉帮结派，各自为营，做个决策不拖个半个月都烧高香了。公司规模看着很大，实则虚有其表，能活过当年简直是奇迹了。这个锅看来还是得自己背了。戈恩心里想得很清楚，但如果这次能把这个坑给填上，那日后肯定就是功成名就。既然总公司给我背后来一刀，那我就给这里的分公司也来几刀。这一上任不得了，戈恩就往管理部门砍，不服的直接开除，各部门权力收归由跨部门小组管理，提高决策效率。随后他就瞄准了债务，把短期资产尽量变现，仓库里的库存卖了还债。为了进一步扭转局面，砍薪资也是一方面。于是戈恩给工会画饼，给员工画饼，携手渡过难关，不再让经销商赊欠，款到货到。同时他还搞定了政府，争取到了调价权。一番操作下，仅1年时间就实现了公司收支平衡，终于让公司起死回生。往后3年，戈恩所在的巴西分部已经成为米其林利润最高的海外分公司。这种人才自然而然会引起老大弗朗斯米其林的注意，于是给戈恩打去了电话。Will, you did a good job, young man. T'es pas ma toi? You have a CEO position in North America. You interested in? 戈恩则说道：“点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带你飞。要知道，美国可是车轮上的国家。”这句话在戈恩听来，心想着可算是终于熬出了头，老大都给亲自背书了，这橄榄枝抛的，那还说啥呀？走，去美国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戈恩到了美国才发现，米其林这个老登又给他丢了个烂摊子。除了长期亏损，公司还花了一大笔钱去收了一家当地的轮胎厂商，结果完全整合不到一块去。况且还要和美国本土的固特异、日本的普利司通正面硬刚，这个 CEO 的位置，看来也不那么好做啊。如果在巴西的那套能达到效果，那么美国这边就如法炮制。戈恩心里嘀咕着，于是他组建了一个跨部门管理小组，把决策权收拢，该关的工厂关，该砍的产品线就砍，该合并的部门就合并。美国市场比较大，提高通路是关键，所以压采购价格，提高品控，缩短交付期，同时拓展市占率，保住现有的大客户。通用汽车，再拿下 Toyota、Honda、Nissan、
这几个新的大客户。短短几年下来，戈恩就将北美的米其林扭亏为盈，公司也蒸蒸日上。靠着巴西和北美的战功，戈恩也顺利的来到公司最高层，成为公司二把手。在公司的威望几乎与弗朗斯米其林平起平坐。可自此也到了职业生涯的瓶颈。就在1993年的某一天，弗朗斯米其林给戈恩打了个电话，问能不能让戈恩带他的2个儿子，跟着戈恩学2年的管理。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这二把手的位置可谓是一人之上，万人之下。可是一个家族企业，岂能是一个外人能够登顶的？那王位最后不还得传给太子？好你个老登，这是准备榨干我最后一分价值。等太子继承了王位，也会因为我等能力而把我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戈恩盘算着，可心事缜密的他又何尝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呢？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他也只好先答应下来。随后把北美最重要的卡车轮胎部门交给了太子。和太子的共事还算愉快。很快2年时间一到，太子回朝，一上来就对公司管理架构进行大改，要把过去各个地区分公司主导的诸侯模式改为总部直管，可谓是亲自指挥、亲自部署。就如同2年前预期的一样，戈恩既是地方诸侯，又是前朝老臣，以他的位置很难不会被针对。等太子回朝那天，被贬官和流放是迟早的事。此时40岁的戈恩也得为自己谋划新的出路。好巧不巧，此时雷诺递来了橄榄枝。雷诺，法国知名车企，因为2战时期为纳粹德国服务，战后被戴高乐收为国有。国家对这个逆子的要求不高，不指望有多少利润，别亏太猛就行。但自古求其中者得其下。随着80年代全球化深入，各国车企展开全球争霸，雷诺在其中表现的就非常法兰西啊，除了挨揍就是吃瘪。要不是政府给他吊着一口气，雷诺早就消失不见了。为了复兴雷诺，老国企改革是必然的。1992年，路易斯威策成为雷诺 CEO， 开启了私有化进程。到1996年，政府的股份降至44%，但私有化从来不是万能灵药。尽管政府话语权降低了，但低效的运营体制和管理层的官僚气还在，亏损也在持续。与沃尔沃合并失败，施威策心心念念的国际化也没能走通。幸好之前给卡诺斯·戈恩抛去了橄榄枝。1996年，施威策顺利的把这位降本增效狂魔挖来当副总裁。在施威策看来，戈恩长期在海外工作，了解国际市场，又是降本增效的专家，完美符合这家公司的2大长期愿景：对内实现盈利，对外扩张全球。戈恩初入雷诺就刀光剑影，立刻交出了一份3年200亿法郎成本削减计划。很多高管呢看到这个计划都吓傻了，跑过来就问：哥们，你是不是写错了呀？多写一个0。照你这么砍成本的话，咱们的员工和供应商那非得闹罢工不可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1997年，戈恩决定关闭雷诺的比利时波尔多工厂，裁掉300多名员工。这一决定引发了剧烈的抗议，员工们来到巴黎街头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。这场抗议不仅比利时国王发声谴责，欧盟也对雷诺施加压力，甚至法国政府自己也表达了不满。此时戈恩满脑子想的只有砍成本，供应商太多，成本下不来；砍组装线太多了，产能拉不满；砍各部门权力太大，各自为战；砍这里的每一砍都会得罪不少人，但戈恩不管，他的态度就是：我就是这么做事情，你们那些政治包袱、既得利益、惯用做法，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，我只是为了盈利负责。在看到盈利之前，其他事情都是鬼扯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戈恩这次的上司是个贵人，路易斯威策顶制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压力，在他的保护下，戈恩才可大展身手。在2人的配合下，只花1年，雷诺就扭亏为盈。
到2000年，200亿法郎的成本削减计划顺利完成，每年盈利高达数十亿美元。戈恩从此获得成就，成本杀手。雷诺就此成果也向法国政府传达一个清晰的态度：专业的事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办，搞那些意识形态没用。戈恩呢，也由此掌断了政府对雷诺的全盘掌控，雷诺变得更像一家灵活的民营企业。尽管法国政府还保留着对雷诺的15%的控股权和投票权，但这些公司的主宰已经变成了职业经理人，完成了降本增效，接下来就是国际化。在施威策看来，雷诺在欧洲市场多少有些知名度，法国当家花旦，但是放眼全球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，企业规模相对太小，万一有一个闪失，还得舔着脸问政府救济啊。因此，雷诺想寻找一个海外车企作为合作伙伴。这个合作伙伴需要满足3个条件：一、主营市场不在欧洲，能和雷诺互补；二、规模够大，整合起来能降低成本，风险分摊；三、合作伙伴本身不能太强势，最好雷诺能在联盟里掌握话事权。可这个世界上能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的少之又少。筛选了一遍之后，戈恩提出了他的心仪对象日产 Nissan。 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下期再讲，还请大家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下回更新不迷路。